太阳传说贯穿整部故事，盘点海贼王世界所有太阳。大家好，我是卓尔本。去年中秋节，我盘点了海贼王中所有跟月亮有关的元素，而在最新的剧情里，与月亮相对的另一个元素太阳，在贝加庞克的介绍下，存在感大大增强。又是终极能源，又是尼卡传说，太阳似乎关联了许多线索。于是我又回顾了之前的情节，发现在之前的重要篇章里，太阳都没有缺席。它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探究海贼王的太阳，换一个角度来看海贼王的故事。现实世界中，太阳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个天体。太阳释放的光与热，孕育了地球无数生命。直到现在，人类依然孜孜不倦地研究利用太阳的能量，也和贝加庞克一样，试图造出人造太阳，彻底解决能源问题，让人类文明带向下一个阶段。而在古代，天体科学尚处门楣时，人们将太阳奉为神明，太阳神成为各个神话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往往象征着光明与造物。尾田就曾经表示，自己在创作《One Piece》中的各种设定时，会参考很多资料，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角色身上见到神话传说的影子。例如，大妈最强大的霍米兹普罗米修斯，就是借鉴了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故事。又比如路飞最喜欢的甲虫，被他命名为海格力斯和阿特拉斯，都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路飞小时候经常和艾斯、萨博玩甲虫对决游戏。有趣的是，埃及神话中的太阳神拉，其常见形象之一就是顶着甲虫头的男人。甲虫和太阳神这两个元素都出现在了路飞身上。不过，海贼王里这种致敬都是形象上的，尾田并没有按照神话故事的走向来安排剧情脉络，更多是将神话中的设定糅合进海贼王的角色当中，来丰满其背景。太阳作为光明的象征，从物理层面理解是一种能源，而从精神层面来看，它代表的是光明。与之相对的就是阴母和天龙人的黑暗。阴母是世人不知晓的世界之王，虚空王座的真正主人，这是全世界最为黑暗的秘密。阴母首次登场是阴暗的地下深处，第二次登场是在充满阳光和植物的花之间。它存在的本身就隐喻着光与暗的碰撞，不存在的黑暗之王站立在最灿烂的阳光中。就目前来说，阴母依然有许多可以挖掘的猜想。回到太阳这个元素，其实在海贼王漫画各个篇章中都有体现。我们逐个来看。首先是阿拉巴斯坦篇，就路飞在伟大航路上遇见的第一个大国。太阳和沙漠可以说是阿拉巴斯坦最重要的符号，而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奈菲鲁塔利一族选择用太阳标记作为他们的旗帜。奈菲鲁塔利这个名字取自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皇后奈菲鲁塔利，所以整个阿拉巴斯坦王国都有许多埃及文明的特点。我们前面提到的太阳神拉，在古埃及神话中被认为是众神之父，也是埃及的第一代国王。之后的埃及法老都会在徽章上留下拉之子的字样，也就是太阳神之子的意思。如果用这层含义来看待海贼王中的奈菲鲁塔利一族，那他们也可以被视为太阳神的后裔。而在吴老星的眼中，奈菲鲁塔利一族被视为叛徒，天龙人又站在了太阳的对立面。接着是空岛篇，这个篇章中太阳的元素更加直接。400年前加亚岛上的桑迪亚一族曾经有过将活祭品祭献给神的仪式，岛上生存着一种巨蟒，被桑迪亚人奉为卡西神。不过虽然也是被称为神，但它实际上是工具蛇，被作为向神进贡的渠道。只要是巨蛇吃掉了祭品，就算是祭献给了诸神。这些真正的神明包括太阳之神、雨之神、森林之神、大地之神等等。桑迪亚一族生活在茂密的丛林中，可以说太阳、雨、森林、大地，这些都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环境，是一种信仰的存在。不过这里尾田并没有延伸到太阳与光明的含义，甚至这些神的信仰在这个回忆篇里还有点迷信的味道。而诺兰度和卡尔加拉的故事就是科学破除愚昧、先进替代落后的故事。记住进步这个线索，后面在奥哈拉的故事里还会出现。接着是七水之都篇和司法岛篇，这个合并的大篇章中，太阳分别以4种形式出现：一艘船、一本书、一座岛以及一场战斗。船即是指草帽一伙的第2艘船只万里阳光号，又叫千阳号、山林号，名字来自建造者之一的冰山。山林号独特的狮子船头，既像一朵向日葵，也像一个太阳。冰山觉得只有太阳才能配得上未来海贼王。山林号名字的含义即是穿越万千残酷大海，如太阳般耀眼的船。一本书则是出现在罗宾回忆里，在奥哈拉被毁灭前，学子们拼死将全知之书内的书籍抢救出来，其中就有一本名为 Progress 的书，意思为进步，封面上印有太阳的标记。这些书后来被贝加庞克阅读过，启发他寻找古代王国的动力之谜。一座岛是号称不夜之岛的司法岛，这座岛没有黑夜，常年白昼，用光明来象征司法与正义。然而负责执法的却是一群活跃在黑暗中的 CP 特工，又是一组明暗对比。司法岛是目前海贼王中天象最特殊的岛屿，尾田并没有解释具体原因，但这里毫无疑问是太阳照射最充足的地方。一场战斗即是在这个篇章末尾，艾斯与黑屋子的激战，火焰与黑暗的对决。最后艾斯拼尽全力使出如同太阳烈焰的炎帝，黑屋子也狂笑着放出所有黑暗，并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太阳还是黑暗，胜者只有一个。并没有提到火焰，而是直接说了太阳，也算是明牌了。这其实也暗示着太阳和黑暗这两股势力终究会有对决。接着是恐怖三维帆船岛，这个篇章整体气氛都很阴森，但是最后的决战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现实战。被夺走影子的草帽一伙
必须赶在太阳升起之前击败莫利亚，否则被阳光照射到身体就会灰飞烟灭。在这个故事里，阳光是危险的存在，但也有扫除黑暗邪祟的感觉。然后就到了愚人岛篇，这个篇章有着大量太阳元素，并且串联起了前面篇章中愚人族身上的太阳符号。首先，海底1万米的愚人岛就是依赖着神奇的杨树夏娃获得太阳的光照。愚人一族自古代开始就期盼着能够在真正的太阳底下生活。愚人反抗奴役的历史也是追求阳光的历史。愚人族英雄费斯尔泰哥在解放了圣地奴隶之后，建立起了太阳海贼团，用太阳的标记盖住了象征奴隶的天龙人之体。愚人族所期盼的解放，也是太阳神尼卡的使命，所以愚人族与前代乔伊波伊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解放愚人族又成了路飞的使命。夏利预言中，路飞将会毁灭愚人岛，看起来路飞将会是愚人族的敌人，但实际上，愚人岛毁灭时，也就意味着愚人族需要新的家园，很可能就此来到陆地。接着是德雷斯罗萨篇，这里被称为爱与热情的国度。再一看，它似乎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太阳元素，但它有一种和太阳非常相似的东西——向日葵。在王宫高地附近有一块巨大的向日葵花田，向日葵不仅形状与太阳相似，同时也总是朝着太阳，花语中也有着希望和热情的含义。我们一直觉得德雷斯罗萨岛屿形状很奇怪，但如果从天空俯瞰，就会发现它酷似一朵向日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向日葵也是太阳的追随者。利库王族似乎也把向日葵作为了德雷斯罗萨的象征。利库王以及利库王军的士兵们都会佩戴一个类似向日葵的徽章。接着来看左乌篇，剧情到这里时，世界的黎明这个说法已经开始出现了。而这个篇章中出现的一名重要配角佩德洛，就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这份意志。年轻时，佩德洛组建了诺克斯海贼团，意为黑夜。按照他的解释，黑夜也是破晓前的意思。佩德洛出海即是为了追求罗杰和老大们等待的世界的黎明。最后，他在蛋糕岛以自己的性命掩护路飞出海，而后来路飞成为了太阳神。从结果来说，佩德洛保护了太阳，也确实推动了黎明的到来。然后是蛋糕岛篇，太阳不仅是一种信仰，甚至第一次被实体化。当妈的回忆就向我们展示了艾尔巴夫战士村传统的冬至祭，代表着太阳和死与复活的祭典，用绝食的方式象征度过严寒，太阳就会再次照耀世间。而在巨人们开始祭典前，会享用一种名为萨姆拉的美味甜食，以补充体力。萨姆拉是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芬兰、瑞典等北欧国家的传统甜品，曾经也和宗教活动里的4旬斋祭绝食活动有关。现在萨姆拉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通甜品。我们之前在盘点海贼王中巨人族的故事时，就发现这个种族有着大量北欧海盗为惊人的元素。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巨人国艾尔巴夫将会有大量北欧神话和宗教的元素。而巨人国王子洛基，也就是那个向罗拉求婚失败的倒霉蛋，名字取自北欧神话中非常特殊的神明洛基，他引发了诸神黄昏，改变了世界。尾田这个暗示也已经很明显了，艾尔巴夫将会因为这位王子发生巨变。小时候的黎明因为想吃萨姆拉，暴食症发作，将艾尔巴夫战士村毁灭。修女卡鲁梅尔在危急中用混混果实的力量，将村中的大火变成了一个太阳，并取名为潘多拉。修女为了安抚巨人族，将她展现的能力说成了太阳之神的力量。从冬至祭到这次灾难，可以看出巨人族对太阳非常崇拜。这一族人历史上很可能与太阳神尼卡意志的继承者有密切联系。然后就到了和之国篇，和之国光月一族的族徽有许多太阳元素。首先就是底部的太阳状标记，与阿拉巴斯坦王族的旗帜十分相似。其次就是徽章中间的神鸟，与日本神话中的八指乌非常相似。八指乌被视为太阳神天照大御命的使者，是太阳的象征之一。如果把光月一族比作八指乌，那么他们就是追随太阳神的一族。事实上，冥王藏在和之国底部，也说明了他们曾经在800年前与当时的太阳神合作过。和之国几大家族，光月、双月、风月等等，姓氏中都带有月，而月亮即是通过反射太阳光线而发光，也是再次隐喻了光月一族与太阳神之间的关系。鬼岛决战中，福之福与圣平的对决里，首次提到了太阳神尼卡传说。至此，太阳神从海贼王故事中的暗线直接走到了台前，并将乔伊波伊、太阳神尼卡、世界黎明这几个重要符号全部关联到了一起。海贼王也进入到了最后的故事，然后就到了目前最新的弹剑岛篇。太阳元素作为终极能源出现，贝加庞克的目标是制造出人造太阳，为世界提供免费的能源。后来又在路飞与路奇的战斗中，继续补充了太阳神尼卡的设定，揭开了恶魔果实起源的秘密。我们在之前的分析里曾经推测过800年前消失的王国，其真正的名字为太阳王国。它曾拥有过强大的动力，试图改变这个世界。而这个古代能源，也正是贝加庞克目前苦苦追求的技术，可能就是以笑声作为产生动力的原料。期待下最终章的故事发展吧。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太阳元素的盘点啦。海贼王这部故事的厚度，很多来自于不同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并以海贼式的风格呈现出来。正是这一个个细节，让这漫长的连载分散了岛屿，能够集结成前后呼应的一个整体。相信太阳这个元素未来还会有戏份。我是朱月本，下期见啦。